係講網友嗱，呢條片係講何晶事件嘅。何晶事件已經發生咗幾日，但係我哋係同人哋唔同嘅，咪嚇。你睇下我嘅報導咧，係經過深入研究嘅，同埋解釋呢件事件嘅真相究竟係點，嘅疑問究竟係點。好啦，嗱，首先我要提大家嚇，今日已經25號啦，有幾樣嘢咧，我哋嘅優惠咧係到月底而為止嘅，出年係即係下個月唔會繼續噶啦。其中就係呢現金券送呢啲嘢，咁下個月咧就唔會再送呢啲嘢噶啦。主要係唔會呢個係呢個3000蚊有呢個 Cashmere 嘅頸巾啦，呢個乳香關節軟骨素啦，牛膝都冇晒。5000蚊咧就再加呢個乳香胃酸同埋呢個紅心 Plus 冇晒噶啦，呢個係呢幾日完噶啦，呢個就係蝦子麵亦都係完噶啦，75蚊冇得賣噶啦，下個月係下個月一定要110蚊嘅，呢個係。好，新加坡前總理李顯龍夫人何晶喺 Facebook 咧，嗱唔係佢寫嘅嚇，轉發咗2篇針對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嘅評論文章，引起國際關注同討論。點解呢？因為呢，新加坡喺嗰個屢次嘅民意調查都係最親華嘅地方嚟嘅，最親中嘅地方嚟嘅。而何晶唔係一個簡單嘅人喎，佢係李顯龍嘅夫人，佢有獨特嘅政治地位，同中國嘅關係呢係千絲萬縷嘅，呢個就係。而新加坡唔係一個有言論自由嘅地方，佢唔會獨自發表呢啲咁嘅政見嘅，咁惹火嘅嘢嘅。咁呢個就牽涉到佢點解要咁做啊？好啦，我哋要了解呢樣嘢。首先，佢喺 Facebook 度係轉發咗一篇，唔係佢寫嘅嚇。新加坡評論平台 Critical Spectator 發表嘅文章，作者係波蘭籍嘅評論員喎，波蘭 Matrix。如果習近平過去12年冇黑幫老大嘅作風，中國今日就有更大嘅全球影響力。嗱，呢個人我哋要睇睇呢個人咧，點解呢篇嘢會出到呢？咁呢個 Michael Petres 係一個波蘭籍嘅評論員，佢有一個叫做 Critical Spectator 嘅平台，主要咧係關注新加坡，佢講新加坡嘢喎，佢係支持新加坡政府嘅。呢個何晶成日有轉述佢啲嘢嘅。評論風格直言不諱，引起爭議。佢自稱對新加坡咧有深厚興趣，佢唔係新加坡公民，亦都未喺嗰度做過嘢，好奇特啊嘛！一個波蘭人唔係新加坡公民，冇喺新加坡做嘢，專係評論新加坡，呢個非常得意。佢喺社交媒體咧都係支持新加坡政府，批評反對派同自由派嘅一個親政府嘅言論。呢個何晶經常有引述佢啲嘢，但今次係批評中國嘅。好，嗰篇嘢，哇！我睇見嚇我一跳啊！習近平執政12年來佢係採用強迫同掠奪式外交政策，呢個戰狼式外交強硬，而且咧係有侵略性嘅，將南海9段線強加於東南亞國家，夾硬話南中國海係佢嘅整個9段線，並且有爭議嘅島礁上起嗰啲人工島同埋軍事設施。派海警騷擾其他國家嘅船隻，佢話佢嘅行為好似黑幫入邊教父嘅黑幫老大，係我噶啦，我係咁惡霸噶啦，因為我係大國啊嘛，咁咪點啊？佢總係向他人提出無法拒絕嘅建議，但係呢個咧就係 Godfather 講嘅 ，I give him a proposal that he cannot refuse， 即係點啊？
即係咧佢去恐嚇個荷里活大亨咧，就將佢個碼頭斬咗落嚟。佢最中意嗰隻馬好名貴嘅，擺咗佢個皮入邊，俾佢一個建議咧，佢唔能夠拒絕嘅。呢個就係佢話而家一向咁樣欺凌人，而家佢將啲受害者啊，佢叫東南亞國家支持佢啊，當係朋友伙伴啊，好滑稽可笑。嗱呢一個咧，新加坡一路唔敢出聲，對於九段線嘅問題。嗰個九段線問題傷害到乜嘢國家呢？傷害到菲律賓，傷害到呢個越南。越南有時咧就會同中國嘈，馬來西亞係一路都唔敢出聲，印尼咧就有出聲，因為印尼比較遠，淨係有少少衝突啫。呢個咧就係講習近平嘅外交政策係霸凌喺大國三民主義喺東盟。而你而家叫東盟企喺你嗰邊對抗美國，係咪好好笑啊？呢個好啦，佢仲有講嘅，佢話無論 Donald Trump 嘅關稅係點啊，到最後啊，佢都會選企喺美國嗰邊嘅，因為咧你係一個強盜嚟噶嘛，佢哋唔會信你。話呢篇文章太犀利。好啦，23號咧佢出咗第2篇喎。嗱呢篇咧係寫喺其實呢個人咧係寫喺嗰篇之前嘅，佢遲咗轉載分析美國前總統 Donald Trump 對中國嘅新一輪施壓。美國一方面加徵中國嘅關稅，然後又準備同75個國家談判，又暫緩加稅90日，其實就係孤立中國，要中國讓步。嗱呢個咧就係大企論嚟㗎嚇。大企論嚟嘅呢個係啊！我話你講大企論嗰啲人咧，就真係要同我解釋點解深思熟慮捉盤大棋，然後不停回首喎啊！君子捉棋舉手不回啊嘛，係咪？文章佩戴習近平戴口罩獨自坐喺戶外，哇！呢個都係充滿嘲弄性。呢篇文章咧係進一步嘲弄佢嘅，即係話。其實佢長一篇咧，即係其實呢篇先嘅，然後佢嗰篇，結果喺呢個選擇入邊，東南亞國家係會企喺美國嗰邊嚇。咁點解咁呢？呢一次啊，何晶公開轉發批評中國領導人嘅文章，絕不尋常，係表示對中國外交政策嘅不滿同示警啊！咁點解你唔係而家嘅咯？你係咪揀呢個時間講呢？一陣我會講幾個解釋俾大家聽嘅。另外，何晶同中國高層政要有密切聯繫，呢啲轉發行為係唔係嗱？呢個我將4個理論講晒俾大家聽先啦。一個就係佢其實咧，中國內部權爭，有啲人咧就要打習近平，或者話架空咗習近平。就派叫新加坡嚟到做呢樣嘢，特登叫新加坡，叫何晶講，你睇下習近平得罪晒所有人，呢個咧就用中國內部嘅權爭嚟到解釋。有一個解釋咧就係佢其實喺中國咧淡馬錫投資咧有好多嘢唔開心嘅，佢就趁呢個時間表達出對中國嘅質疑。呢個第2個解釋。第3個解釋咧就係咧咁巧牽涉到呢個李嘉誠啊，因為咧佢同李嘉誠係夾粉，即係佢呢個李嘉誠嗱，首先李嘉誠啲港口咧就分為2橛，一個橛咧就國際，呢個就係佢想賣出去嗰40幾個港口，包括巴拿馬。另外喺香港同華南咧有20幾個港口。呢20幾個港口咧係喺新加坡上市嘅，叫做李嘉誠港口基金。長和咧係揸30%，淡馬錫揸2%嘅，其他係公共揸嘅。佢投資咗好耐，而家呢個佢係想賣出去嘅，因為覺得咧係兩邊不是人嘅，佢都覺得兩邊不是人。咁同埋呢一個
中國咁樣逼李嘉誠，咁嘅情況之下呢，佢係唔係會利用佢新加坡政府利用佢獨特嘅地位嚟到出聲呢？呢個就係其實就話你唔可以逼咁樣逼嗰啲做生意嘅人喺政治上站隊喎，人哋會企咗喺你對面。嗱，呢個係一個解讀。喺街度呢，我冇見過人呢個解讀嘅。仲有第四個解讀，我最後先講俾大家聽，都係我獨特嘅解讀嚟嘅。好啦，面對網友，哇，下邊啲新加坡人好驚啊！嗰啲新加坡人好憎到，你快啲刪帖啦！你快啲刪帖啦！冇回應，冇刪文。何晶即係何晶係一個好堅強嘅女人。佢既然決定咗做呢，唔係咁容易動搖。你以為佢會不小心做咩？佢會唔會話係人哋hack 現咗佢個 account 嚟做？冇，繼續擺咗咁多日喺度，冇刪文，擺多一篇俾你睇下，證明佢係 done it on purpose。我哋講講何晶啊，何晶不但只係李顯龍嘅夫人，亦都係淡馬錫嘅前總裁。而家係清華大學經管學院嘅顧問委員，嗱，呢個又好重要。清華大學經管學院嘅顧問委員，我陣話俾你聽點解緊要呢個人呢，聰明絕頂。呢個女人，佢係新加坡國立大學電機工程學士1級榮譽，佢係攞到總統獎金。一年呢，只係得4-5個人攞嘅啫，係全新加坡讀書最叻嗰4-5個人攞到呢個獎金嘅人呢，榮譽獎嘅人呢，非富即貴，個個都入政府度做大官。佢係一個學霸嚟嘅女人喎，電機工程喎，然後走去 Stanford 做電子工程碩士。嗱，我講俾你聽。李顯龍娶咗老婆，生咗2個細路，個老婆死咗，係李光耀睇中何晶，要李顯龍娶何晶嘅，佢覺得好叻嘅何晶係李光耀非常中意何晶，結果何晶呢，何家啲人反對喎，因為做後底乸喎，翻去照顧2個細路喎，但係佢嫁咗俾李顯龍。呢個人係李光耀極中意嘅人，極賞識嘅人。1976年佢翻嚟，以一個女人做新加坡國防防衛實驗室武器系統研製改進。1987年做新科工程，歷任工程部主管、總裁、首席執行官。到2002年啦，你嗰陣時啊，李光耀要起用佢，好多人反對，係咪李氏家天下？李光耀唔理，要佢入淡馬錫控股做執行董事。2004年做首席執行官，2021年退休，做咗17年淡馬錫嘅 CEO。淡馬錫值幾多錢啊？犀利啦，10萬億港紙度啦，淡馬錫嘅整體資金。新加坡人呢就供埋晒嗰啲，佢供好重嘅 pension 嘅，嗰啲錢就係投資咗一半喺淡馬錫，另外2個基金嘅，投資喺呢2個基金。佢犀利啊！佢喺佢領導之下，淡馬錫嘅投資組合就係由900億新加坡紙，呢個即係你當佢1000億咧，6000億增加到3000億新加坡紙，增長到3000億新加坡紙。2021年呢個係而家係2萬幾億啊！而家總值係將近10萬億，估計呢個係嘅投資組合。喺佢入去之前呢，喺呢個金融風暴嗰陣時咧，呢個淡馬錫基金嘅 return 變咗 negative，
佢入去第一年呢，就將淡馬錫基金嘅 return 呢破咗紀錄，係 +70%，嗰年賺咗70%。好啦，而且佢係打破咗以前嘅規矩。淡馬錫基金呢，以前呢就係專係投資喺新加坡本土，佢就係去全世界投資。嗱，淡馬錫開始向全世界投資呢，其他好多主權基金咧都學咗佢嘅。其實係而家世界上最大嘅主權基金就係沙地阿拉伯同埋挪威，呢個係何晶多次入選福布斯全球最具影響力嘅女性榜單，2007年排名第3，好犀利何晶。2009年 Bloomberg 選全球50個最具影響力嘅人。2022年獲馬來西亞柔佛州同文萊嘅榮譽勳章。何晶嗱，我而家開始講佢嘅喺中國嘅投資同中國嘅恩怨情仇。擔任淡馬錫控股行政總裁，大舉投資中國校外培訓，投資個 VIP Kit、猿輔導、作業幫好多間，結果全軍覆沒。你係睇住呢單嘢，佢對中國嘅態度轉晒嘅。其實佢今次講嘅嘢係佢真心講嘅嘢，覺得習近平完全唔講道理。佢先係賣咗新東方嘅股份，而家再投資咗呢幾間，呢幾間值幾百億㗎啦，已經係一夜之間冇晒。2021年當局實施雙減，校外培訓行業全面整頓 ，total loss。而淡馬錫喺中國銀行業、科技、消費品依然有獲利，但係賺少咗好多。譬如佢係有阿里巴巴、騰訊呢啲嘅，你諗下呢幾年係跌咗幾多錢？佢喺中國嘅投資呢幾年係完全停滯嘅。呢個係佢，如果佢係作為前淡馬錫嘅總裁，佢係講真心説話，佢係對習近平非常不滿。銀行金融業，佢係由 Day One 就投資中國銀行、建行自2011買入建行股份以來，帳面盈利已經達70億美金，賺好多錢嘅。科技消費品投資阿里巴巴、騰訊，亦都持有港口同埋零售。佢係同李嘉誠合作嘅，李嘉誠嘅遭遇佢感同身受。呢個就係嗱，但係大家睇下成個轉捩點，呢個係10萬億人民幣。佢呢一個時候呢，佢就係2020年最高峰。佢淡馬錫喺中國投資嘅比重係佔29%，直跌落嚟。佢喺度 liquidate緊嗰個教培行業嘅覆滅。呢個習近平打擊阿里巴巴，令到佢對中國失咗信心。截到2024年喺中國嘅投資總額2萬億，佔佢總投資嘅19%。呢個佢係可有權對此不滿。但係喺新加坡呢種體制入邊，佢會唔會咁樣出聲呢？呢個其中一點。第二點，唔係相對於2020嘅29%，佢嘅投資下跌。大家睇下佢嘅投資，呢個投資一路下跌，呢個就係主要原因。就係呢5年呢，中國嘅市場投資唔賺錢嘅，嗰啲銀行都唔升嘅，佢話唔會退出，關注能源轉型、生命科學呢啲創新優勢，搞能源轉型、綠色能源呢個 bioengineering 生命科學呢啲嘢 biochem 呢啲嘢，佢會投資呢啲嘢，但係你睇住。佢由呢個比例跌落嚟，呢個比例呢唔係簡單嘅。呢7年跌咗7%，你唔係即刻可以拎佢地得嘅。譬如佢係佔呢個同和黃鴿粉嘅2樣嘢都好大鑊。一個就係佢係買入咗屈臣氏同埋呢一個百佳嘅
重大股份，又買咗大陸嗰啲港口嘅重大股份。呢個係佢對於呢啲 return 不滿啊！呢個係好明顯嘅事啊！呢個係好明顯嘅事啊！好啦，第二，佢同中國前主席王岐山，而家呢個陰謀論咧就話係王岐山主使佢咁做嘅。佢做淡馬錫去咗中國14次，尤其是經常見王岐山。早喺2007年北京市長嗰時咧，王岐山就接待過何晶，用好高規格接待何晶。佢兩個嘅交情好嚴嘅。咁呢個咧就係權鬥論，而且有一樣嘢更加顯示佢關係嘅密切咧，就係清華大學經管嘅委員會。呢個創辦嘅人咧係朱鎔基，朱鎔基一路做主任，做到朱鎔基咧老到唔做得啦，就交咗俾王岐山。而何晶咧竟然係呢個經管會嘅委員，所以佢同王岐山一定關係密切。嗱，呢個咧就翻去咧，就係嗰啲人話習近平俾人哋架空咗，咁咧就即係證明咧王岐山係同習近平對立喎。佢係咪叫何晶出嚟講呢啲説話，打擊習近平嘅聲望呢？好，2025年4月咁近喎，呢單嘢你冇可能唔懷疑呢單嘢有關聯喎。李嘉誠基金會同淡馬錫信託基金會聯手投入1200新加坡元，向新加坡國家癌症中心、新加坡國立大學癌症研究所捐贈組織燧化技術 histotripsy 做臨床實試。呢個係用超音波嚟震碎啲癌細胞嘅，呢個係去完新加坡。何晶講啲咁嘅嘢，佢哋兩個係夾份做大陸嘅碼頭同做屈臣氏同百佳嘅。你估中共點諗啊？你估習近平係咪李嘉誠主使佢講？你唔好對嗰啲國際做生意嘅人咁樣做法喎，我哋會不滿嘅喎。嗱，呢個係一個可能性。除咗我冇人講過，咁巧嘅4月3號，何晶就講呢啲嘢啫，係咪有趣啊？呢個係最後仲有個第4個猜測，新加坡政府喺呢次中美嘅貿易戰入邊，佢要轉態。一向太過親中，佢係兩邊都食嘅。而家中美選擇嘅刻，佢冇辦法嘅，佢嘅安全係要靠美國嘅。佢開始向美國傾斜，而何晶出嚟講呢啲嘢呢，係俾佢嘅國民有心理準備，講中國點衰，等新加坡國民唔好咁親中。呢個係第4個選擇，係李顯龍嘅授意，呢個就係。